一只白猫从出生就开始站立行走，这可不是在表演节目，而是它每天生活的日常。难不成喵星人要占领地球了吗？女主人说，自家猫咪自从学会走路就开始站立，它总是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站在地上，并且还经常一脸严肃地盯着自己。看见猫咪呆头呆脑的模样，刚开始女主觉得还是挺可爱的，可慢慢的她逐渐怀疑这只白猫是不是成精了，因为猫咪总是以站立的姿势时不时观察自己。平时在厨房洗碗的时候，它就在一旁监督着，生怕主人偷吃自己的小鱼干。别人家的猫是四肢着地，可它一天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站着。猫咪的行为也让主人百思不得其解，就连平时收拾卫生它也要在一旁注视着，甚至还会挥舞小爪进行指挥，一时间竟分不清到底谁是主人了。它的行为似乎并不像一只正经的猫。由于猫咪整天站立，女主开始思考是否它混有猫鼬的基因。让人更加不可思议的是，这家伙竟然还喜欢追剧。当主人拿出遥控器时，他马上就跑到了电视前面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屏幕，好像他真能看懂里面的内容一样。即便面对零食的诱惑，他也只是扭头看看，接着转身继续观赏节目里的内容。为了找出猫咪这种奇怪行为背后的原因，女主人带他来到了宠物医院寻求答案。可就在这时，猫咪突然站了起来，这可把没见过世面的医生吓了一跳，而猫咪则是一脸疑惑地看着对方。随后医生为它做了详细的检查，但猫咪的身体却很健康。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后，医生表示引发这种特殊行为的原因是心理问题所导致的。一般情况下，宠物站立多半是为了讨好主人，希望以此来获得更多的关注和重视，而这只猫站立已经成了习惯，说明主人对它严重缺乏关注。原来自从女主人有了孩子后，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宝宝身上，很少有时间去理会猫咪。与之前相比，猫咪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感。从那时起，它便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引起主人的注意。当它站立时，主人就会特别关注它。长期以往下来，猫咪便养成了站立的习惯。医生说，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，只要平时多花一些时间来陪它玩耍就好了。得知事情的真相后，女主也是感到有些愧疚。她决定接下来要多花一些时间来陪伴猫咪，帮它改掉这个不良的习惯。因为长期站立会影响猫咪的身体健康，并且如果总是站着，万一哪天开口说话了就不好了。你们家的小猫会像这只白猫一样站立吗？这家海鲜市场的老板是一只梅狸猫，迄今为止他已经干了5年。现在猫老板不仅接管了商铺，而且还负责周边的安保工作。每天早上天还没亮，他就已经早早出现在了岗位上。日常除了看守摊位，他还要仔细的进行观察，防止有可疑人员混入自己的地盘。这不，刚上岗才一会儿的时间，猫老板就发现了异常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没分清大小王的鼠鼠。一般遇见这种情况，猫老板都会先进行口头教育，然后再找个隐蔽的角落将它送走。自从5年前猫老板接管海鲜市场后，方圆几公里的老鼠都闻之色变，这个市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。平时他还会驱赶附近的野猫。对于这种抢地盘的事情，猫老板自然是零容忍的态度。久而久之，他也成了附近的猫圈大佬。可他又是如何坐上这里的头把交椅呢？据主人讲述，猫咪自律性很强，他一直秉承的3个原则做事：一不吃市场里售卖的海鲜商品，2不接受陌生人任何形式的馈赠，3不迟到和早退。难道世上真有不偷腥的猫吗？一位鱼档的老板拿来小鱼进行测试，没想到猫老板只是简单闻了一下，便将头转到了一边。果然他的意志力很强大。当面对隔壁大婶送来的新鲜大虾时，猫老板还是忍不住舔了舔，但最终他还是礼貌性的拒绝了。没办法，大婶只好将虾肉拿给了小猫。小家伙吃得很香，但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毕竟孩子还在长身体的阶段。猫咪的主人告诉我们，市场里这些琳琅满目的海鲜他都很喜欢吃，但这只梅狸猫有自己的原则，它只吃主人投喂的食物，因为这是自己打工应得的奖励。看来这的确是一只非常守规矩的猫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优良的口碑，猫咪得到了众多商户的尊敬和喜爱。可它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看守摊位呢？原来几年前，女主人下班回家时，无意间在路边发现了一只嘤嘤啼哭的小猫。看见小猫的尾巴受了伤，于是女主人便将它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治疗，接着小猫就被收养了下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猫咪也逐渐长大。为了报答女主人的恩情，它从此踏上了打工的道路。平时老板不在的时候，它就趴在椅子上帮忙看守摊位。猫咪出色的表现引得其他商贩都羡慕不已。这位大婶也想让它帮忙看会儿店，但没想到刚放下它，猫老板就迅速跑了回去，生怕因工作失职而给老板造成损失。大家将它认真工作的视频上传到了网络，结果猫咪瞬间就在网上走红了，许多人纷纷慕名前来打卡，并且还为它带来了各式各样的礼品和玩具。店里的生意也因它的爆火而变得越来越好。现在它已经成了海鲜市场里名副其实的招财猫。自此，它顺利完成了逆袭，同时也实现了猫生价值。这只100岁的海龟被压在巨石下已经2个月了。当它顺利获救的那一刻，海龟眼含热泪，竟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。原来几天前，2位小哥正在海边游玩，却没想到意外遇见了这只被困的海龟。由于附近没有任何救援的工具，他们只能用手不断挖掘地上的沙土，
想以此帮海龟掘出一条生命的通道。在将岩石外围的沙土清理干净后，小哥找来一根木棍，开始处理海龟身下的沙土。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龟的身体被牢牢卡在岩石下方，或许是知道小哥是来营救自己的，这只海龟没有丝毫的害怕，甚至还饱含热泪地望着小哥，仿佛是在对好心人士表达着由衷的感谢。挖了许久后，小哥试图用木棍将它解救出来，然而此时海龟的身体已经被牢牢固定在里面，难以想象在巨大的压力下它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。小哥猜测这只海龟是躲在岩石下生产或者冬眠的，但不断冲击的海浪带来了大量泥沙，然后将海龟困在了里面。如果没人发现，它很快就会被泥沙所淹没。随着小哥的不断挖掘，海龟身下也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坑。看着饱受折磨的海龟，小哥不觉加快了救援的进度。就这样，他们从天亮一直挖到了天黑，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襟。可热心的小哥却一刻也没有停下。如果等到海水涨潮，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会付之东流。相传百岁老龟有渡劫之说，但如今他却遇见了自己的贵人。在两位小哥不懈的努力下，海龟终于摆脱了岩石的束缚。可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，迈出几步后便停了下来。见此情况的小哥继续为海龟开路。他知道，如果海龟继续留在这里，当海水涨潮时，它依然存在被困的可能。而此时海龟似乎也读懂了他们的好意，它缓慢挪动着自己的身体，一步步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。小哥帮他拂去了身上的泥土，接着拍了拍海龟的背部，为他加油打气。可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，这只海龟的每一步爬行都是那么艰难。幸运的是，它终于可以再次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家园了。看见海龟很快就要体力不支，于是小哥决定帮他一把。他们轮流在后面助推海龟前行。在小哥的帮助下，海龟距离海洋也越来越近。对于我们看似简单的行为，在海龟的世界里却显得异常困难。随着夜幕的降临，海龟也终于爬行到了沙滩的边缘。此时它距离海洋只有一步之遥。当海水袭来时，这只海龟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，它的眼里燃起了重生的希望，身体也顿时充满了久违的力量。它奋力朝着大海的方向爬去。最后，这只海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。让我们为小哥的行为点赞，也祝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好运连连，福气满满。一只猫突然抱紧了狗狗，它们宛如多年的挚友，在一起嬉戏打闹，一猫一狗相互依偎，彼此取暖。两条流浪生命上演了街边暖心的一幕。这位大叔告诉我们，猫咪和狗狗都是被人遗弃的，他们在这个单元门口已经待了6个月了，而小猫每天都陪在狗狗身边，不管狗狗去到哪里，它都要跟在身后，就如同狗狗的影子一样。它们几乎时刻黏在一起。猫咪的胆子比较小，每当有人靠近时，它都会躲到一旁，但它并不会跑远。等到人们走后，它又会回到狗狗身边，陪伴朋友继续等待它的主人。可单元门口总是人来人往，猫咪总会跳到一旁暂时躲避，只有等到四周无人时，它才会跑回来。对于被抛弃，它们感同身受，同为被主人遗弃的经历让它们相遇，有一之光温暖着彼此的内心。一位热心的大姐见它们可怜，特意为2个小家伙做了个小窝，并且会经常投喂一些食物给它们。可即便有了温暖的房子，狗狗始终不分昼夜地守在单元门口，期待着有一天主人会来接自己回家。由于夜间的温度很低，好心的小哥想让狗狗回到窝里，于是便坐到了单元门口。狗狗回来时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占了，他跑到小哥面前，满眼期待地恳求小哥能将位置还给自己。无奈的小哥只好起身离开。见小哥走后，狗狗马上跑了回去，或许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安心的入睡，而他并不孤单。觅食完的猫咪很快就回来了，为了不打扰到狗狗休息，猫咪的每个动作都很小心，生怕将狗狗吵醒。随后他将头埋了进去。此时的深夜天气寒冷，但这一刻却散发着炙热的温暖和爱。他们依偎在一起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开始为自己清理卫生，接着就认真观察每一个进出的行人。附近邻居说，狗狗的主人半年前就搬走了，但并没有将它一起带走。而这只橘猫的主人是一位老奶奶，几个月前也住进了养老院，莫名的缘分让他们走到了一起。自从狗狗的主人搬走后，它每天都会待在这里等待着主人的出现，而这一等便是200多个日夜。然而它并不明白，这一切的等待都是徒劳。狗狗会仔细确认着每个路人的脸庞，可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在漫长的等待中，一只橘猫走进了它的世界。也许知道难以打消它对主人的思念，猫咪选择了无声的陪伴，至少它变得不再孤单了。附近经常会有好心的人们为它们送去食物，大家都希望猫咪和狗狗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可眼看着天气越来越冷，寒冷的冬季对于每一只流浪动物来说都是巨大的生存考验。如果没有人们的帮助，它们能否顺利熬过这个冬天呢？几天后，小区的居民们请来了救援队，救援人员在门前将渔网展开，只要他们进入网内就可以救援成功。此时猫咪和狗狗还没有发现异常，热心的大姐想通过食物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但狗狗的警惕性很高，它闻了闻地上的食物，并没有选择去吃，反而跑向了远处。而另一边的猫咪在大姐的不断吸引下顺利进入网内。此时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下一秒猫咪被成功救援。看到这一幕的狗狗很是着急，它用力地叫了几声，似乎在告诉朋友自己会回来救它的。接下来整个下午，狗狗都没有在小区里出现过。
他会回来吗？夜晚时，狗狗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，它小心翼翼地朝着单元门口走去。在仔细观察一番后，狗狗缓慢地走向了台阶。它四处张望，似乎在寻找着好朋友的身影。突然，救援人员收紧渔网，由于狗狗在渔网边缘，导致此次的救援失败了。大家连忙追了上去，但狗狗已经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。第二天清晨，救援队和小区居民用渔网将四周全部围了起来，防止它再次跑掉，并且救援队还将猫咪放在单元门口。大家相信它一定还会回来寻找猫咪的。当夜幕降临后，狗狗果然出现在了小区里。它先是警惕地环顾四周，确认周围安全后，才朝着猫咪跑去。狗狗不断在猫咪周围转来转去，似乎在思考着营救朋友的办法。看见时机成熟，早已等候多时的救援人员围了上来。在众人共同的努力下，狗狗最终被成功救援。此时大家都开心地鼓起了掌。随后，猫咪和狗狗被送往了宠物医院。经过仔细的检查后，医生表示它们的身体状况良好。当然，这一切都离不开好心人士一直以来的关心和照顾。最后，希望猫咪和狗狗能遇见一个爱它们的主人。请不要轻易抛弃满眼都是你的小生命。如果遇见，请善待。